山顶是云，林中是雨，尽头是海。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一座公园里同时拥有3种不同的自然生态：被冰雪覆盖的高山、潮湿古老的温带雨林，以及绵延70多英里的原始海岸线。这次我也尝试了在雨中车里露营，看看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。那这一期我们就一起走进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。上期视频我在西雅图市中心游玩时使用的是公共交通，但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则需要租一辆车自驾。因为我到的时间比较早，西雅图机场取车场的这一排10几辆 SUV 都可以随便选，看中哪个车型直接上车开走就行。这次我选的是丰田 Toyota RAV4， 内部空间相对宽敞，也很适合在车里露营。从西雅图出发前往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需要绕行一整片海湾，虽然有轮渡可以节省一部分路程，但乘船的等待时间等不可控因素很多，所以在你的行程不宽裕的情况下，不建议搭乘轮渡。开车到公园里的第一个景点距离是130英里，至少需要2个半小时的车程。在接下来的3天行程里，我会按照逆时针的游览方向，逐一和你一起看遍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3种生态。来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我第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它的名字由来。这个国家公园的名字，它其实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因为它这里一座叫奥林匹斯的山，取意于希腊神话中诸神的居所，所以具体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山，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公园的第一站——飓风岭。飓风岭的夏天有高山田园的气质，冬天有冷峻巍峨的雪山。但如果在雨天前来，迎接你的就只有低云、冷雨和猛烈的山风。也难怪这里会被称为飓风岭。如果天气条件允许，这里是非常受欢迎的高山徒步区域。即便是我现在只是在停车场，在乌云压境下，依然能感受到奥林匹斯山及周围主峰的宏大气势。云雾在山间流动，让这些本就冷峻的山脉增添了一抹温柔与仙气。这第一站就开始风雨交加，像是行程序章一样，奠定了整趟旅程的基调。第2站，我们去公园内好评最多的新月湖。环湖周围有很多可以停靠的观景点，也有不少小路或是徒步线路可以慢慢探索。与网上常见的打卡点不同，我在湖边找到了一片野餐区域，可以顺着一条小土路开到离湖边很近的地方。来到湖边，让我感到很神奇的是，刚才还在山顶的风雨，仿佛与眼前平静的湖水属于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因为这片湖泊的形状如一弯新月，所以它被命名新月湖。眼前这个狭长的山谷是由古老的冰川下切侵蚀而成，冰雪融化后又逐渐蓄水成湖。正因如此，这里的湖水格外清澈碧蓝。云雾在半山流动，湖面平静而深邃，仿佛在共同营造一种神秘的意境。时间好像在此刻能慢了下来，直到雨滴再次落下，打破湖面的安静，细雨悄然而来。
我记得上期去西雅图市区的视频中，因为遇到那里的晴天，几乎就要打破我对这片地区阴雨连绵的刻板印象。但实际在接下来的3天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旅程里，这边的雨几乎就没停过。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2晚住宿，我都选的是公园里的露营地，所以这第1天的行程，在看完2个景点之后，就要早些去露营地了。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露营地非常的热门，如果没有提前几个月的预定，就只能抢定临近日期才会放出的少量名额。这2天的露营地，我都是在提前2周，分别在早上7点守着预定网站，在1分钟内抢光前订到的。这个营地共有88个营位，价格是24美元1晚。厕所有水，可以洗漱，但没有洗澡，也没有电。每个营位都有生火圈和野餐桌，最多可以停2辆车。整体来讲，算是国家公园里维护很好的标准营地。来到这里，我也许能理解了一些为什么这里的营地会如此抢手。除了西雅图及周边的居民本身就很热衷户外活动之外，更主要的或许是这里浓密的雨林环境。周围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植被让这里的环境显得格外的安静，湿润的空气也感觉更加清新。雨声落在树林里，像是天然的白噪音。也许正是这种被自然包裹的状态，很容易让人真正的放松下来，进入自然的节奏。第一次用火柴点酒精德式炉，哎 ，what？ 哎，啊，怎么弄？点火失败，原谅我第一次用德式炉，第一次用火柴。啊啊！哎，不对不对，这可以了应该。可以。这手里有热水还挺好。有热水。洗脸、洗脚、刷牙，能舒服。第2天清晨醒来，车窗已经被雾气完全的覆盖。森林里的雨好像一整夜都没怎么中断过。推开车门的第一眼，就看到树枝上的胡须，叶间悬挂的水珠不断的滴落，空气中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四周安静而清新，仿佛整个世界刚刚被冲刷洗过一遍。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第2天的第1站，我准备去看一个藏在森林里的瀑布。这是一条往返只有 1.8 英里的简单小路，
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能走完，节奏比较轻松。走进森林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立刻变得青翠欲滴。步道穿行在被各种苔藓覆盖的原始雨林中，烟雨的天气让林间的光线变得格外柔和。一路上会经过几条由泉水和融雪汇成的小溪，以及木质的避雨小屋。脚下是潮湿的泥土路，耳边是不断流淌的河流声，头顶是长满苔藓的树枝和弥漫在山林间的薄雾。也许不需要我们看到什么壮丽的景色，因为在这里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放松。顺着森林小路向前，很快瀑布的声音会先一步传来。Sodak 河水在这里分成3股，从石缝间倾泻而下，化成细密的激流，落在狭窄的岩壁之间翻涌。也正是因为这里的水流终年充沛湍急，岩石湿滑，最近在2025年就发生了游客失足跌落的事故，所以这条线路在徒步平台上被标为危险路段。因此我们在观赏时走在木板道路上会更加的安全。在走过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高山和雨林之后，下一站我们一起去看这里的海岸。与之前我们经常见到的阳光海滩不同的是，狂风大雨中的黑色石滩带着一种烟郁的气息。这样的景象还是我第一次见到。海滩上遍布着枯倒的树木，巨大的枝干姿态张扬，好像在展示着自己那过往的100年生命传奇。这些树在倒下后，曾随着河流飘入海中，最后又被海浪一次次推回，最终就都留在了这片海岸上。虽然部分被整理过堆放到了一起，但看起来更像是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。雨水与海浪被狂风一同卷起，连成弥漫在空中的水雾。远处的礁石又仿佛一艘艘无法靠岸的船，只能停留在这片风雨呼啸的海面上。置身此境，让人意识到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。雨天确实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，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户外的活动，所以第2天的行程我结束的比较早，就直接来到了当晚的露营地。这个营地的位置比前一天更靠近海边，但却依然被雨林环抱，环境也更加安静一些，少了很多人声的吵扰。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植被更加的茂密，每一个营位都有比较好的遮蔽感，邻居彼此之间也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。厕所等营地的基础设施和昨天的一样，但感觉更加干净整洁一些，也是24美元一晚。整个营地像这样的营位一共有94个，和公园里其他营地一样，在每年的5月到9月期间都需要提前的抢订。那关于具体的预订方式，我之前有视频分享过一些在美国露营的个人经验。对我来说，露营一直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儿。
它不只是比住酒店便宜很多，更难得的是那种真正走进自然的机会。城市里虽然设施便利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生活在温室一样，但有时内心却常常处在紧绷，甚至有些贫瘠的状态。而与之相反的，当我们从温室出来的时候，会来到一个看似相对艰苦的环境里，但当我们亲手去解决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时，内心反而变得踏实。我觉得现代人走进自然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游历，也是一种在向大自然借能量补给的方式。所以如果有合适的时机，或许你也可以试着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体验看看。如果说前2天的行程，我们看到的高山与海岸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它们并不只有这个公园才有。那这里的第3种生态雨林，我觉得才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最独特的存在。在还没有真正到达景点的路上，就已经能感受到雨中那魔幻的苔藓景观。所以第3天的第1站，我准备去公园里人气最高的雨林。那它究竟有多受欢迎呢？从入口处排起的长队就能看出来了，仿佛这阴雨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。这里的拥堵主要是因为内部的停车场容量有限，所以如果来得不够早，就只能等里面的车辆出来，才会被慢慢放行进入。原本预估的排队时间是1个小时，但实际我大约等了30分钟就到了入口。进入之后，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也有一个露营地，但根本就抢不到。停车场本身也不大，难怪刚才在门口的放行速度并不快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这里最受欢迎的一条步道 The Hall of Moses， 是全长只有 0.8 英里的环线，慢慢走下来大概需要1个小时。一踏入这片原始森林，立刻被铺天盖地的绿色环抱，仿佛走进了一个由苔藓和蕨类植物统治的王国。别看它们好像柔软弱小，但却几乎无处不在，不止攀附在树枝和岩石上，甚至还在溪水中。Ho 这个森林的名字来自附近的 Ho River 霍河，在美洲原住民的语言中意为湍急的水。而这片霍河雨林是美国现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，这里的降雨其实主要集中在冬季，但即便是我来的夏天，这几天也依然是雨水不断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充足的水分条件，才能让覆盖在树木表面的苔藓和蕨类植物得以肆意生长，自由蔓延，一层叠着一层，茂密的近乎夸张。再加上树干扭曲延伸的姿态，整片森林仿佛住着各种百年树精，它们披着厚重而华丽的绒毛外衣，静静伫立在雨雾之中，看着如流水般往来的人群，不紧不慢，不卑不亢。如果让我说，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只能选一个地方停留，那一定会是这片霍河雨林。
从雨林出来，还要再穿过一片看似没有尽头的森林，才能来到第3天行程接下来的几站。沿着101号公路行驶向南，会来到一片叫卡拉洛奇的海岸地区。在这段贴着海岸的公路旁，有好几处可以随时停下来的海滩。我在这里停留了2处海滩，第一处就是最北端的红宝石海滩。这红宝石海滩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黑石滩有相似的地方是，沙滩上也都散落着被海浪推上来的枯木，还有一块格外明显的海蚀岩柱，它有一个被海浪长期腐蚀出一个能走过去的洞。这些伫立在海岸边的岩石，连同海天灰暗的色调，整体显得格外冷峻。虽然天气并不晴朗，但这已经是我整个行程里唯一一个没有在下雨的时刻，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阳光。在前往下一个海滩之前，我顺路停在了一个叫 Big Cedar Tree 的地方。这是一段很短也几乎没什么人的森林小路，尽头是通向一棵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西部红雪松之一的巨树。据说它有1000年的树龄，但在2014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劈成了2半，如今只剩下另一半仍然站在原地，还在继续地生长着。在它倒下之前曾有53米高，直径将近6米。这盘根错节的树根，奇特的树瘤，中空的躯干，都好像在展示着那来自原始森林的生命力量。来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3天里，这雨真的是从头下到尾，整个行程的最后一站也不例外。如果在地图上搜索 Claylock 海滩，可能会出现好几个观景点，而我们要去的是有一棵生命之树的海滩，所以可以用 Tree of Life 定位。这是一棵巨大的云杉，树根完全暴露在空气中，横跨在被海水和溪流侵蚀出的2侧峭壁之间。树根下方的土壤早已经流失，只剩下几根侧向的根紧紧抓着2边的土地，维持着它的生命。即便如此，它的树冠依然是郁郁葱葱，因为每年它都会长出新的枝叶，因此也成为了自然界的一个生命奇迹。只是在持续的侵蚀和风暴的作用下，它支撑的状态已经变得十分脆弱，整棵树正在缓慢下沉，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可能成为人们看到它悬空姿态的最后时刻。所以来到这里时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不要站在树根的下方。这片海滩的沙子比之前我们去的黑石滩要细腻许多，如果你的时间允许，也可以在这里看看潮汐池里的海星，或是安静地等待一场海上日落。那以上就是我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停留的10个景点，从高山到雨林再到海岸，3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态，在一趟旅程里不断的切换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我想这并不是一个靠打卡赶行程的旅行目的地，而是一个能让人真正沉浸在自然里的纯粹环境。如果你需要一个走进原始的地方，这里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到这里，
西雅图和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2期视频，也算是为我之前32天自驾美国西北大环线补上了很重要的一块拼图。那接下来，我想我会出一期关于独自在美国床车自驾的经验分享视频，和大家聊一聊这旅行背后的真实经历，以及对于想复刻这条线路的朋友，我也会分享更多具体的行程细节。如果你感兴趣，那你记得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